什么花样？咨询啊，看看这个年龄的姑娘怎么能哄好。你要想咨询，下班以后随便，这是上班时间。当然是给你咨询了，小老板。你现在遇见的可是强劲的对手，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插科打诨。你要是这个样子啊，石小念早晚跟别人跑了。还跑？你说真的？龚总有什么请发问。我想问，怎么样才能追回我的女朋友？什么意思？这个龚总的意思，对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龚总，你还怕追不到女孩啊？你说的那个女孩是什么样类型的？正常人应该没有不喜欢龚总的吧？对，她不是正常人。我觉得追女孩最重要的就是花点心思。哎，龚总，你该不会没有谈过恋爱，没哄女孩开心过吧？心思哄。你们告诉我，她最想要什么？龚总，其实女孩子呢，她都喜欢浪漫一点的，送花呀，还有烛光晚餐，还有那种她上学的时候喜欢的礼品店的小礼品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个明天午饭我请啊。千初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你病刚好，我就正好来看看你，不用给我什么礼物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就当随便给你买个小礼物。哎，这边。好了，你看这个，可爱吗？哎，真不用给我什么。就当是生日礼物。啊，我今天又不是我生日。错过了你那么多年的生日，今天就先还一个。小念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哎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这颜色也好看，西部黄。还是算了。其实我想送你的是一个水晶球，水晶球？就是你以前送我的那个。哦，那个不小心被打坏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但是我想，既然我们还有机会走到一起，就一定可以找到。千初，那个水晶球，记忆都能找回来的，相信我。这都是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呀？我找到了，小念，买下来吧。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过去的就让它留在回忆里吧，这个留给别人。公，小念，公，你等等，公。公，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在家里。站住！小聂想去哪里是他的自由，恐怕不是龚总能决定。穆总说的没错，但别忘了，这也不应该是你能决定的吧？公，
我本来就想买点东西，然后马上回家。所以到最后，你还是觉得陪穆总买东西比较重要，重要到你可以背着我想方设法的从家里溜出来，然后一起去买水晶球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祝福你们，然后说一句分手快乐呀？也省得这个男人时时刻刻都装作一副很深情的样子。龚总一向辩口立辞，不知道平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这样语出声。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，但是既然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不能让小念白白受这样的委屈。龚欧，小念不是你的下属，更不是你的附属品。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、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。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，那很抱歉，我们恕不奉陪。小老板，小老板，怎么了呀？经销商大户的资料都在这儿，是吧？啊！别让我问第二遍。谁在这儿？接下来1个月的工作安排一下，做一份工作计划表给你。1个月的呀？没问题，小老板。那我现在去做。关键时刻，一个都考不出。穆总，好久不见。陈总，这是专门来找我的吗？当然。实在不巧，我今天没空。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下次再说。穆总，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也不会来这儿找你吧？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公务为安全情报系统做的动画短片在市场上大受好评，有很多繁盛的经销商就借机靠拢公务，这一仗他打得很漂亮，很可能就此翻身了。我以为多大的事情，原来是斗不过公欧，到我这儿来搬救兵来了。穆总这么理解也没有错，可毕竟这么长时间，穆总您是我最坚实、最可靠的合作伙伴，所以我认为，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也好做准备嘛。我需要做什么准备？坦白说，我确实没有信心能够赢过公欧，就算能赢了他，那也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所以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我心里都有个数吧。当然，我相信穆总肯定不会亏待我。穆总，算盘打得挺好啊，可是接下来怎么付出，是我说了算。我肯定不能左右穆总的想法，但相应的，你也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吧。我从恩义把技术带出来，再次降低了手机的成本，帮你把市场赢回来。同时，我还要承担着被业内人士唾弃的风险。
不太公平吧？有时候我特别想跟穆总好好学习一下你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本领。想学我的本事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事情做得好了，自然会有你的好处。如果你觉得交易不公平，我们的合作可以到此为止。陈总，我对你的帮衬，不是让你拿来威胁我的筹码。恕我直言，你还差得远。怎么，还是没有消息吗？给我继续找，我说过的那些地方找完了再找一遍。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人能人间蒸发了不成？我确实没有信心能够赢过宫欧，就算能赢了他，那也是伤敌1千，自损800。所以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我心里得有个数吧。放心，等我把恩义拿到手，就会交给你来做。到时候你想做成什么样子，就要看你的实力，我不会插手分毫。穆总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，但不得不说，穆总提出的这些很有诱惑力。你肚子还疼吗？那你还流血吗？废话，这刚第几天啊？你是不是等我例假走以后就开始对我吆五喝六的了？我跟你吆五喝六干嘛呀？我跟你吆五喝六，我用等你妈走。你说什么？我就纳闷了，就你这办事能力，公公是怎么放心收你当助理的？他就不怕什么时候犯傻，你把他给卖了呀？我真是服了，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吗？大姐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的去劝小老板了，而且事实证明我劝的很有效果。如果不是被你俩摆了一道，让小老板撞见什么不该撞见的牛鬼蛇神，他跟施小念说不定已经欢欢喜喜领证去了。不怕对手进，就怕队友坑。你情商智商双高，在你老婆误以为自己怀孕的时候，你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而且事后连个交代都没有。你这是负责任的体现吗？这原本就没有发生的事儿，我应该怎么给交代啊？弥生，你对不起我，更对不起我这个我还以为存在的宝宝，你还对不起我的好朋友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10恶不赦了。弥生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遇到了事情，你只会推脱，你只会逃避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怎么去解决问题。弥生，我看错你了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。咱俩离婚吧。想不到这里，一切都没变啊。是啊，这里还跟小时候一样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最喜欢坐这个马车了，总觉得自己坐的这个马车就变成了公主，又漂亮，又璀璨。这些都是小迪跟你说的吧？其实，一直喜欢坐这个马车的人是他。我们俩每次来这玩，
他都第一时间抢到马车上。有一次，有个男孩站着这马车不放，死活都不肯让给他，他就委屈的哭了，还不肯坐旁边那个小马。出来！我要进去！干嘛呀？说！哎，小迪，我们去坐那个小地瓜啊！我就想坐这个。我们去坐那个木马好不好？那个粉的你喜欢吗？就想坐这个。姐姐把它拽上来。马车好不好？姐姐把它拽上来好不好？所以你就把那个小男孩赶了下来，让石迪坐到了马车上，对吗？没有。姐姐，你快去吧。小迪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姐姐不可以再帮你了。我不喜欢你了，小迪。我那次没帮他，他就什么心事都不肯跟我说了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小迪他……小念，你还记得那个摩天轮吗？我们去看看。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，但是既然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不能让小念白白受这样的委屈。小念不是你的下属，更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、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。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，那很抱歉。想不到摩天轮已经拆了，怎么变成海盗船了？是啊，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坐呢。你会给我讲从上面往下看的景色，就像我亲眼看到的一样。哎，结果现在我们经常去的是码头那个大摩天轮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来这儿，每天都会排特别长的队，结果现在竟然都没什么人了。明明城市就这么大，但以前经常去的地方，渐渐的就再也没有去过。小时候总觉得，坐了摩天轮到了最高点，就可以听见你给我讲整个城市的样子了。现在长大了，我的眼睛也治好了，但我的摩天轮却不在了。看来时光也没有留下所有的东西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时候变化，也许也是一件好事儿。这个摩天轮虽然拆掉了，但是它有过我们童年的回忆。如果它现在还在，那跟码头那个大摩天轮比起来，说不定还要觉得自己自卑渺小。小宁，虽然我们小时候的摩天轮不在了，但现在有更大、更漂亮的出现，你还会想跟我坐吗？虽然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可是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亲人。是朋友和亲人吗？
小念，我知道这几年我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，但有些事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虽然这份感情曾经因为一些误会而转移到了别人身上，但我对你依然和以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我喜欢你，小念。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来弥补这几年的遗憾，让我来照顾你？对不起。小念，我……喂，丸子。祖宗，你回家了吗？我还没有呢。哎呀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被公公发现了？听说他今天又炸毛了。哎呀，是不是米生跟你说的？别跟我提那个丑八怪，我已经跟他要离婚了。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还跟穆谦住在一块儿呢？我跟你说，早点回去，注意安全。那你和米生领证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。怎么了？我有急事儿，得赶紧回去了。我送你吧，我让房思们来接我们。走。我知道了，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他跟石小念在一起，晚一点应该会回来。千初现在身体刚好一点，有很多记忆还比较模糊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谁陪在他的身边，他在感情上自然会是青睐一些。可他现在不愿意让我陪着。他不让你陪，你就不陪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现在知难而退，不但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且还会身败名裂，这些和他对你的疏离相比，孰轻孰重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的。现在也只有我能帮你了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小念，我今天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之前你一直在等我清醒过来，如今我什么都明白了，那就换我来等你，我会等你回到我身边的。千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迎接新的生活。咱们要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。所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希望你也是。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。快进去吧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哦，对了，你如果身体哪儿不舒服，一定赶紧去做检查，
千万别耽误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那你早点回去吧。你回来啦？Hello, Mr. 公。嗨，女主人。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是不是不高兴了？你为什么不理他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算是吧。哦，那是挺让人难过的。老板，你是男人，要大度一点，快和好吧。闭嘴！要你多嘴啊！信不信我把你恢复处长设置啊？那个，国欧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？你没说话，就代表默认了。那我做了啊。其实今天下午的事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了。国欧，那个穆千初他，国欧，哎，我可以说话了吗？他怎么走了？笨蛋，快去追啊！他这是要对我进行冷暴力。哎呀，急死人了！千初，你回来了。你出院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也好去接你啊。这点小事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我做了好多菜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啊？现在咱们两个的关系，腾出一时可能不太方便。如果你要是不想搬走的话，我可以暂时去住酒店。千初，你多少吃2口，就当是陪我了。千初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菜可能有点凉了，我去给你热一下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你多少吃2口，我还煲了汤，我去给你端过来。哎，
我炖了好久，你尝尝好不好喝？怎么了，千初？不合胃口啊？没有，你别多想。今天你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千初。对了，刚刚你手机响了。你喝点牛奶再工作呗。哎，你饿不饿呀？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炒饭，要不要吃点？你总得吃点东西啊。那我起来了。我走了。真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拿点东西。千初，你的衣服我都给你熨好了，我去给你放洗澡水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那你先休息吧，我去睡客房。你等等。我觉得咱们两个这么住在一起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我不想太多人误会。
哦，你刚出院，叔叔阿姨不放心，让我先照顾你。你去睡吧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喂，怎么样？都办妥了吗？姐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拿到媒体确认啊？去办公室采访，你们当千初是傻子呀？行了，不说了，按计划行事。千初，我做了早餐。我还有事儿，你自己吃吧。千初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我自己开车就好。我来。千初，你自己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，你还是让我送你吧。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你费心。我正好也要去公司，我跟姐约了一块逛街，还是我送你吧。我去开车。我以为你都上班了呢。那个，我想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不想看到我，所以我就搬出去一阵子。等你想清楚了，我再。你要搬到穆千初那里去是吗？